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4日晚间20点4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截止本周三、周四周五呢，它出现了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第二轮，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我们就对它有接下来的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啊，最终呢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在周线的表现上呢，本周处在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八阶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八阶阴线已经出现之后啊，就有走周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那我们看到了这一轮行情对于道指来说是一个对称性行情。首先呢，它是周线级别反弹，在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完成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同时呢做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它的遇阻的压力位呢是在60周均线这里，所以呢道指目前无论在周线上也好，在日线上也好，都处在一个下跌的预期当中。那我们回到比特币啊，比特币目前为止连续9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不断的震荡。那这轮日线级别的震荡啊，已经9个交易日啊，干扰了我们对行情的判断。很多人会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丧失在空头的一个位置。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位置前面我们说了啊，跌破$23,000，它就是走一个下跌趋势，并且我们在之前行情当中提到了啊，比特币的行情同美股是不同的，它发生的是一轮不完整的日线级别的反弹。在这轮不完整日线级别反弹当中，它有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形成结构之后，在近焦点附近发生跌破$23,000做日线级别下跌，但是目前为止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然后连续震荡，这些震荡呢是悟空阴线的一个妖怪 K 线组干扰了对悟空阴线后面行情的判断，然后走八阶阴线啊，目前来看正在走沙僧阴线啊，这个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本身它就是多震荡的。然后下面的行情当中，我有看它走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这个唐僧阴线呢，大致范围能够走到$19,000到$18,000这个附近。走到这里呢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啊，日线级别出现一个下跌细游，完整的下跌细游，同时呢，我们会观察到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焦点。那目前呢，这个焦点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同时呢走到沙僧位震荡位这个位置上，我们就有向下的一个预期。行情呢整体来看，虽然今天震荡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反弹，但在日线这个级别上看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直到行情走完突破并且走出日线级别的阳线之后日线级别的大阳线、标志性的阳线、突出的阳线之后呢，行情才会走一段反弹行情。在前面的行情分析当中，我提到了第二轮反弹行情，它的反弹的大概的幅度是应该在25%到20%左右这样的区间，因为我们看到了第一轮反弹往往都是最大的。我们看到第一轮从17605反弹到$25,000附近它反弹了42%左右。那第二轮反弹我认为是20%多，然后再次跌下来之后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它的反弹是逐级减弱的，最后呢反弹幅度可能是在10%几，最终呢它会形成由前面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超级大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就是6、7、8月份要最终形成的让我们能够幻想中期底部的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多空都会有感觉，这个行情越来越难做，越来越难做，越来越难做，直到接近这个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呢，我画出来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在11月中旬以后这个结构和这个时间点呢，是根据这个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和底边线也就是说17605形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底边线。真实存在的一个焦点位置当然了，后面的行情当中会根据K 线
最终的走势做一些调整啊，因为行情总是在动态的，我们的图形和结构、波峰和波谷的选择也要抓大放小。什么叫抓大放小呢？就是要忽略掉行情当中的像这个17605这个位置这个点位，我们为什么不采纳呢？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的快速下杀之后的一个反弹，它的实体部分呢更偏向于在2万美金附近，在19000美金附近，所以呢我不采取17605这个点啊，这就叫抓大放小。我的这个白话的说法是抓大放小啊，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叫边界条件啊，就是你做一个模拟也好啊，做数值模拟的时候，一定要设置一个合理的边界条件。这个边界条件呢，要覆盖掉最普通的情况，而忽略掉极端的情况。那我们在体育比赛中也有这种比如说跳水运动员得分他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那你在行情当中就要忽略掉一些毛刺的现象忽略掉这些毛刺的现象，取行情当中最有可能能够提供给我们依据的最普通的震荡根据这个震荡，然后绘出它的结构，在这样的稳定的结构当中更容易找到你的行情判断的一个依据那么回到行情当中当前行情由于美股处在周线级别下跌期和日线级别下跌期两个时间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比特币呢处在日线级别下跌期的悟空阴线。那我们知道美股它是周线级别的反弹它是周线级别反弹，我们打到周线然后出这轮这个位置看图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它是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但是美股周线级别反弹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它仅仅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仅对本轮行情它能够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有这个预期。日线级别下跌到达支撑位附近之后，我们会对行情有一定的反弹预期，但这个反弹预期我们是建立在 K 线的基础上的。比如说这一轮的下跌行情，我们是以8月19日的这根标志性的阴线，这根阴线下跌幅度达到 10.21%， 达到了 10.21%。这个标志性的阴线的出现呢，预示着比特币接下来以下跌为主要方向那我们做行情的时候，也是以做空为主要获利方向。那么在17605出现之后呢，6月19日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阳线这根阳线的涨幅达到了 8%，8% 的涨幅，我们可以认为它是这一轮反弹行情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的实体部分的它的一个开盘价开盘价在18964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就是悟空能够存活下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只要悟空没有被彻底消灭，你们看在行情当中它怎么震荡，悟空都没有被彻底消灭只要悟空还在还存活，我们就对这个反弹有预期。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下跌阴线，日线级别的下跌阴线，悟空阴线8月19日的这根阴线下跌的阴线，它的收盘价还在，收盘价是20.742这个收盘价依然是目前行情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阻力位只要它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了悟空阴线看到了八阶阴线，看到了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连续9个反弹，9个交易日的震荡都没有反弹到这个悟空阴线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我认为这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它的趋势就依然在同时呢，我们结合了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目前处在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运行范围当中所以呢，现在还不能提反弹，
做空呢是主要方向，无论是外围市场还是比特币内部的运行逻辑上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耐心做空耐心做空。当然了，行情当中今天是94嘛，17年94有个国家政策性文件比特币被驱赶出国内交易市场，但是呢今天94截止到现在9点钟21点钟94行情还没有最终出现，但是呢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小时线50均线和10日均线已经有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目前来看是很小的，只有 1.79% 但是上方呢我们观察到小日线上方是有阻力的，阻力位呢大概在2万美金左右，这个2万美金呢是由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形成的一个压力。那所以呢行情当中以做空为主的话，我们可以布局的点位呢就是2万美金到20500美金附近上方还有个红色的压力线这是我画了一个辅助线，这个辅助线呢我们看到了是在它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是由8月20日到8月26日形成的所以呢行情阻力位就是在这个20500到2万这个区间这是一个比较大时间级别的阻力位时间级别是小日线到小日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在短线上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了，趋势上非常明显是做空的趋势。那点位呢，我们根据均线根据压力线也给了出来。那你布局仓位之后一定要做什么呢？是一定要设置止损的。那以太坊在今天比较强势大概在8点钟的时候，以太坊有个信息说超级主力进来1亿美金，但是这个1亿美金呢，我认为对行情的改变趋势上的改变影响不大。虽然以太坊目前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它是强势的，但是呢上方存在2个重要的压力位一个是 0.08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上方压力位一个是 0.08 一个是 0.081目前虽然它在上涨，但是已经非常接近这2个阻力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以太坊的空头趋势很快要到。同时呢我们在昨天前天都给出了目前来看以太坊在周线级别上的压力位上面有一个红色弧形顶这个压力位大概是在1650美金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它存在多重压力位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从4877高点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结构这个压力结构离得非常远，大概是在1900美金但是呢也阻止了以太坊进一步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在下跌过程当中跌到5月中旬的时候，它形成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目前在这个1650美金附近也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以太坊虽然看似强劲，只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目前它由于多重压力位的存在，所以呢从1600到1650我们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同时呢上方我们看到了133和169日均线分别在1815和2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来看逐渐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在后面的行情当中不会吃亏。同时呢日线级别上以太坊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处在和比特币同步的一个杀升阴线组的一个位置。首先呢这个位置是悟空阴线然后悟空阴线后面走一些妖怪震荡，然后是8金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这一轮的 K 线组呢都是由杀升阴线构成的。杀升阴线后面我认为日线级别上它会走出一个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以太坊的价格就会到达1300美金。如果能够出现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阴线以太坊的价格就要接近1100那
我们为什么判断以太坊价格会接近1100呢？因为在反弹过程当中，它走的是同步美股的周线级别上涨稀有。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虽然目前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幅度是围绕第2根阴线，也就是8间阴线展开的。那么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这样的话，周线级别对称性涨跌之后，以太坊的价格我们给出的预期就是$1100。所以呢，下跌空间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在本周反弹之后啊，在当前价格上啊，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有30%的利润空间。如果5倍杠杆的话，我们有150%的利润啊。所以呢，布局空单啊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在这个行情当中，以太坊能够反弹啊，反弹到上方最大幅度的一个压力位呢，它的上涨空间呢是23%啊，也就是白色线的这个线。那23%的利润对标30%的利润，我认为做空呢是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的啊，做空呢是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的。同时，目前处在熊市当中啊，它依附于上方这个弧形顶的情况下啊，做空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很多朋友啊，就对这个行情动态的行情它不会划线，我以1000倍的 LUNC， 也就是老 Luna 啊，就是归零的那个 Luna 币啊为例啊，跟大家伙说一下怎么划线。首先呢，你看这个行情，它从这个位置延伸过来之后，它会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之后呢，在焦点位这个附近，它容易发生快速下跌。但是呢，行情它是动态的，它是一直运动的，我们不能以最开始的这个辅助线作为依据，因为它已经运动到这儿了。运动到这儿的情况下，我们要改变一些策略，它的辅助线也要发生变化。怎么样发生变化呢？我们就要以目前行情当中我们观察的是小日线级别我们就以小日线为例，目前行情当中它形成的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作为参考是这样的就是它的一个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当中，我们的图形呢，隔一段时间，隔10几个、20个小时，我们要跟着发生变化。那在当前行情当中呢，同样它处在一个焦点位这里，如果在9月5日今天94，如果在9月5日价格仍然处在0.25附近，处在焦点位到达焦点位价格还在0.25附近，也就是在我鼠标指的这个位置，那么我认为在焦点位是一个比较好的再次做空的一个位置当然了，我今天依据这个原理在行情当中和大家伙已经做了一次空这个空头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去做的，因为当时图形结构已经非常接近焦点了，并且打到底部线这个位置，它有向下走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做完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大概获利30%，获利30%之后呢，我就在上方15分钟均线的一个实体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设置了止损，那么就是止盈的止损就是我已经获利30%了，然后我在上方做了一个止盈的动作如果反弹上来，我立刻止盈。那目前呢是处在获利已经出逃的一个时间点。那它在反弹上来之后我们根据情况再来做它。对于这种山寨币来说它的波动非常大，我建议是5倍以下杠杆，不建议20倍杠杆因为它随时就会波动5%以上你看它从低点到目前点位上已经波动了5%。那如果你20倍杠杆的话，很容易在行情当中爆仓遭到爆仓。所以呢，建议5倍杠杆，并且根据它的实时形态去做这个单看这个都是根据实时的来的从开始给出结构，然后这是获利然后给出图形都有在我的这个 VIP 群里面。总之呢，就是做行情还是要谨慎无论进出场都要先考虑止损，考虑控制仓位考虑行情当中的结构综合考虑之后，立刻把握住机会进场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书啊，同名的书《K 线吸油战法》啊，直接搜就可以。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